瑞德哥，我們之前就在節目上講過，中國的外送，真的是殺到刀刀見骨，真的非常非常絕。你看到每個不管是美團吶，還有一些相關的這種 app， 相關這種平台，它的外送員每個都非常非常兇，結果兇到現在怎麼樣？中國喊停了。你看到這是國家市場監管局說什麼？外賣大戰結束了，因為再搞下去，再搞這個捲下去。中國經濟真的會變死水了。那麼有一句話說，殺頭的生意沒人做啊。那麼在中國，從去年2月開始，京東發起了這個100億的這個外賣大戰補貼以後呢，中國的外賣就做殺頭生意，就做專門虧本。單1年到現在，已經虧了快要1000億新台幣以上了。1000億，對，沒有錯。您覺得不可思議啊？為什麼呢？因為呢，那麼這個所謂的外賣大戰的這個內捲競爭，內捲其實就是叫做惡性競爭啦，很簡單啦。最常講的事情就是你電影院，我們大家都看電影，買一樣票的錢吶，有一個人站起來。那我後面的人是看不見，對，我就得站起來嘛。对，那你站起來，后面的人更看不見，大家都站起来，最好整個電影院所有人全部站起來，大家都用一樣買一樣的票，但是只要有一個人站起來，全部都站起來以後，大家全部都看不見。对，但是我們大家都在競爭想辦法，我要看完這部電影嘛，這就叫做內捲。那麼內捲就是惡性競爭，然後呢，反正我一定要競爭到頭破血流，競爭到對手都倒掉。那這個外賣大戰是怎麼回事呢？就是這樣子，我反正就用我的這個相關的其他企業的這個金額呢來補貼我在外賣的部分。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外賣是很可怕的嘛，因為量大，所以呢我在外賣的部分呢，我就用我自己本身外賣的我自己相關的这個企業的優勢呢，給你用最簡單的方式講，叫折價券。以前就叫折價券嘛，我折多少折多少，折到後來折到0元的時候，我會問你啊，那你買不買？我當然買啊，我0元呢。我要買東西，我消費者不要付錢的，我不要付錢，我當然買啊。所以呢，就為了這樣子，所以大家下去那目的為什麼？為什麼要做這種賠錢的生意？搶市場，把對方搶倒。對。那麼以美團為例啦，去年2025年啊，全年的業績很棒。這個3649億的人民幣，它全年所有集團的業績是增長了8.1%啊，是增長。你應該講說啊，但它賺了很多錢，不，為什麼呢？它的利潤從這個前年的2024年358億的人民幣呢，對砍了500多億，為什麼是500多億？本來賺358億，結果呢倒虧變成虧234億啊！哇塞！那為什麼它虧本？因為很簡單，因為他用很多的錢下去搶這個所謂的外賣嘛，對，所以呢他才會虧本。所以瑞德哥，我們這樣一路這樣看下來，美團說喊了1.5億，京東喊了2500萬，餓了麼喊6000萬，甚至阿里說我有30億人民幣，我就是全公給你，這代表什麼？我以為你有賺錢，你根本沒有賺錢，根本叫做喪事喜辦。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剛才講，為什麼國家市場監督管理局要說外賣大戰要結束？因為再不結束，真的中國生意、中國的經濟就要崩了。你看到哦，他們的餐飲消費的 CPI 就作為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面越低，表示什麼？它的情況是越慘的。你看藍色是商品的零售額到4%，這邊都還好，但是餐飲收入你看到。6月、7月這個地方，它到了低點。為什麼會到低點？因為你在內捲下去，你在補助下去，不僅是外送平台你虧，你這些餐廳也一路死到底的。對，沒錯，包括阿里巴巴在內。事實上呢，後來他們就因為錢一直燒，那政府要管，他們大量的引進 AI 下去分析。他也在搞 AI。對，他搞 AI，他就可以用 AI可以知道。你們這些相關的他們的裡面的資料已經多達8、9萬筆啦，8、9億筆了。8、9億筆的 AI 以後，我就知道這一家喜歡吃什麼，對，那一家喜歡喝什麼，然後你們大概消費的形態我都知道。那麼我就導入 AI 了以後呢，就包括這一家最近的商店那家，全部都把它弄成一個數據的相關的機密的最高的公司的機密的相關文件。這邊變成它的資料庫，這個資料庫很值錢吶。為什麼呢？因為這等於相當於那麼這些所有的業者，他們就可以拿到這個東西，我就可以把這個做去比在這個生意競爭場上就比較厲害嘛。但是這樣繼續打下去的結果呢，那麼店家也慘也關，最後外送員也慘也關，然後最後呢，整個經濟內捲，人家都是通膨，它通縮，那整個惡性循環就像在電影院裡面一樣，大家都站起來看電影的時候，就什麼電影都看不到。從
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耀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